支付宝到账1万元。打工3年，终于存到10万块钱了。放银行存进来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银行发短信来了。1年利息1500，利息还不够1个月的伙食费，有没有更高收益的产品呢？这里我分享了在欧易平台上展示的近1年的年化报酬率曲线，可以看见近1年的平均年化是8.87%，8%是8000块钱，8000块钱等于2台 Switch， 这就是我要的产品。银行1年定期1.5%，这加密货币的保本理财8%的历史年化收益，你觉得靠谱吗？但是它真的存在哦，是真是假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。如果还有不知道加密货币是什么的朋友，可以先收看这一期哦。正确认识加密货币的风险和收益非常的重要，别忘了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哦。接下来我就会以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为例，实操介绍加密货币理财到底是怎么做的。当然，这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们要先具备科学上网的条件，上网姿势正确了，世界大门才为你打开哦。好的，我们首先进行网站的登录。在此之前没有账号的朋友们可以先进行账号的注册，因为 KK 已经有账号了，所以就直接进行登录。好，这就是登录后的页面。新注册的朋友们需要先完成身份认证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KYC。那在 KYC 通过以后，就可以使用加密货币平台里的相应服务了。这里呢，我们只需要完成标准身份认证就行，可以提前准备好你的证件，在这一步呢会需要用到。OK， 身份认证通过，距离我们接触加密货币理财产品是越来越近了。加密货币的理财机制其实就是将你持有的加密货币放贷给市场，从市场中赚取利息。那有没有可能爆雷呢？可能性微乎其微。有想了解具体机制的朋友们，可以收看我的这一期作品。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先买币，点击充值。没有买过加密货币的朋友们，可以使用 C2C 交易。那出于市场的风险考虑，通常我们会购买稳定币来进行使用，比方说 USDT 这一类的稳定币呢，因为跟美元汇率绑定，所以它的价值呢等同于法币，也会跟着美元汇率走。这里我输入我想要购买的金额是100块。OK， 下面这些订单就显示了商家愿意给你的卖价，报价越低，你的100块就能够买到更多的加密货币。我们选择一家信誉比较好的商户进行下单。页面显示我能够用100元买到13个 USDT。OK， 下单以后需要用我们在这里显示的支付方式转账给商家，转账完成以后，商家就会把自己的 USDT 打来给你。那这样子呢，你就完成了一次买币。点击购买 USDT， 我们就可以进行买币了。只要是账户里有钱的朋友们，为了账户安全，一定要开启谷歌验证和手机短信双重验证，免得被盗号了。当你的账户里有币以后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体验放贷理财了。点击理财，选择保本赚币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申购放贷了。选择申购 USDT， 这里你就可以填写申购拿去放贷的金额。放贷的资金你可以随时收回，因为这是活期存款。当然呢，它也有定期产品，所以在下单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申购的产品类型，因为定期产品只有在满期限以后才可以进行提取。等到你以后想要结束投资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可以点击赎回，选择你放贷出去的资金就可以进行赎回了。最后的最后，当你的账户想要结束投资进行变现的时候，就可以回到一开始的 C2C 市场，点击卖出，出售你的 USDT 就可以了。具体呢，其实也就是买币的反向操作。在下订单以后，商家会把你的钱打到你的收款方式里面，直到你收到款项以后，平台才会将你的币划转给商家。这样一趟下来呢，你就实现了成功变现哦。这里 KK 温馨提醒，在 C2C 的交易市场里面是存在冻卡的风险的。假如商家收到了一笔坏钱，那么这笔钱它就有可能会关联的影响到你。所以呢，在收款方式上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在平常是不常用的银行卡，最好里头是没钱的。这样呢，万一商家发生了一些信誉问题，导致卡被冻了，也不至于我们影响日常的使用。OK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一键3连不迷路，观众老爷们，我们下期见。